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能看到这个视频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看中文学习视频的时候，字幕一出来，心就稳了，觉得这句话不难，自己肯定看得懂。可是，如果现在把字幕关掉呢？你还能听懂中文吗？今天我们先不急着讲方法，我想先和你做一个小小的练习。等一下我会说一句中文，第一次，请你先别看字幕，也别看拼音，只用耳朵听。你不用紧张，这不是考试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你的中文好不好。你只需要感受一下，当眼睛不帮忙的时候，你的耳朵到底听见了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见面，结果他刚才说时间改到明天下午，你听懂了吗？刚才那一秒，你心里有没有突然空了一下？也许你听见了今天，也许听见了见面，也许听见了明天下午，也许你只抓住了几个零散的声音，整句话就已经过去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把字幕打开，我再重复一遍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见面，结果他刚才说时间改到明天下午。看见字幕以后，你可能会想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好像也没有很难，这些词我大部分都认识。可是刚才没有字幕的时候，为什么它突然变得那么快？为什么明明是我认识的词，一到耳朵里就变得不确定了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问题。没字幕，你还听得懂吗？很多学中文的人都有过这种感受，看学习视频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听得还不错。老师说得慢，字幕清楚，拼音也标在上面，你一边听一边看，觉得自己一直在进步。可是离开视频以后，你会发现，真实的中文不会一直停在屏幕上等你，它可能是手机里的一条语音，可能是路边突然响起的广播，可能是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。那一刻，没有汉字停在那里，也没有拼音帮你确认，你只能靠耳朵自己抓住声音。也正是那一刻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以前听中文，从来不是只有耳朵在工作，你的眼睛一直在悄悄帮忙。汉字在帮你，拼音也在帮你，耳朵听见一个声音，眼睛立刻跟上确认。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听懂了，可有时候，你听懂的那一部分，其实是你看懂的。这句话听着可能有点扎心，但这不是坏事。字幕当然有用，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字幕就像一只手，在你快要跟不上的时候，轻轻拉你一下。没有字幕，你会觉得中文又快又乱，心里特别没底。所以字幕帮了你很多，它让你愿意留下来，愿意继续听，不至于一开始就放弃。可是问题也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一直拉着这只手，耳朵就很少有机会自己走路。我见过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这样。看视频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进步特别快，一集看完，大部分内容都能明白，甚至会觉得今天这期好简单，我的中文好像真的变好了。可第二天，中国朋友发来一条语音，我已经到了，你从右边的门进来，我在里面等你。这句话写出来其实不难，没有难词，也没有复杂的语法，可一旦变成语音，
没有字幕，没有拼音，只剩声音的时候，很多人一下子就慌了。你可能只听见到了右边门等你这几个词，然后就开始猜，他是让我从右边进去，还是他站在右边？他在门口等我，还是已经进里面了？我要不要再问一遍？这时候不是你完全听不懂中文，只是你突然失去了平时最依赖的帮手。平时看字，眼睛可以停下来，可以回头看，可以慢慢确认，一个字不懂，你可以多看几秒。可声音不一样，来了就走了，不会站在原地等你。你刚琢磨明白前半句，后半句已经说完了，所以没了字幕，中文好像一下子变快了。不是那句话真的很难，也不是你的中文突然变差了，而是这一次，耳朵必须独自面对中文。刚开始这样做肯定不舒服，你会听见一点，漏掉一点，再听见一点，再漏掉一点，觉得自己听到的中文零零碎碎，像一张照片，有的地方清楚，有的地方模模糊糊。但这正是练听力最真实的样子。很多人以为听懂中文就要从第一个字听到最后一个字，一个字都不能漏，一个词都要立刻明白。中间漏了一个词，就觉得自己练失败了。可现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听自己的母语，也不是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朋友说得快，旁边很吵，电话信号不好，对方嘴里吃着东西，我们都会漏掉一些声音。但我们不会立刻慌，因为我们会抓住几个关键信息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动作、语气，再从这些信息里慢慢拼出整句话的大概意思。听中文也可以这样，没字幕的时候，先别急着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全听懂了？可以先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，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这个问题特别重要。如果你问，我听懂了吗？答案好像只有两种，听懂了，或者没听懂。一旦觉得没听懂，你很容易立刻放弃，心里想，算了，还是看字幕吧，我的听力还是不行。可如果你问我听到了什么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会发现，脑子里并不是一片空白。你可能听到了一个时间，比如今天、明天下午，可能听到了一个动作，比如见面、改道，可能听到了人称，比如他、你，甚至能听出语气，比如对方有点着急，有点不确定，或者只是在平静地解释一件事。这些内容看起来很少，但它们不是没用。比如刚才那句话，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见面，结果他刚才说时间改到明天下午。第一次听，你可能没听懂全部，但只要听到了今天和明天下午，你就知道这句话和时间有关。再听到见面，就知道不是买东西、问路、点餐，而是在说一个约定。如果还听到了改道，意思就更清楚了。原来的时间变了。你看，一句话不是一下子全懂的，它可以先亮一点，再亮一点，最后慢慢变完整。没字幕的时候，我们要练的就是这个能力，不是一开始就听懂全部，而是先抓住一点，再靠这一点去接下一点。
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场景，你去买东西，店员问你，这个要不要一起装袋子里？这句话写在屏幕上，你可能一眼就懂，可他说的又自然又快，你可能只听见要不要3个字，后面的一起装袋子里，好像粘成了一团。你愣一下，等对方再说一遍，才反应过来，哦，他是问我要不要袋子。这时候千万别立刻骂自己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？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这句话我看得懂，可我的耳朵还不熟，眼睛认识它，耳朵还没真正认识它，这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用眼睛学中文和用耳朵学中文真的不是一回事。眼睛能看见一个个字，能看清边界，知道一句话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。可耳朵面对的是一串连起来的声音，很多词汇连在一起，很多轻声音会变弱，很多停顿特别短，意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送到你面前的。所以看得懂，不代表马上听得懂，这不是退步，是特别正常的阶段。你已经有很多中文装在眼睛里了，现在要做的是让这些中文慢慢走进耳朵里。那具体该怎么练呢？我不建议你一开始就关掉所有字幕，硬逼自己听20分钟，那样太累，也太容易让你觉得我不行。更好的方法特别简单，只选一小段，10秒、15秒，最多20秒。第一遍，先关字幕，只听。听完别立刻说我没听懂，只问自己，我听到了哪几个词？哪怕只有一个词，也算数。第二遍，打开字幕，对照着看，刚才听到的词对不对？漏掉了什么？哪一段声音对应的是哪个词？第三遍，再关掉字幕，重听同一段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同样的句子比第一次清楚多了。不是你的中文突然变好，是你的耳朵刚刚认识了这句话，它知道哪里会停顿，哪个声音对应哪个词，知道这句话大概的走向。第一次，它像一团模糊的声音；第二次，你看见了它的样子；第三次，它开始变成你能听明白的中文。这个过程很小，但是特别有用。每天只做3分钟，也会慢慢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特别适合中文学习者。每次你特别想看字幕的时候，先等3秒，这3秒里，别查词，别翻译，也别急着说自己不会，只问自己一句：刚才我听见了什么？3秒很短，却给了耳朵一次自己尝试的机会。很多时候，耳朵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眼睛已经把答案递过来了。字幕不是敌人，可如果答案来得太快，耳朵就学不会自己找答案。所以我们不是要讨厌字幕，也不是要立刻丢掉字幕。字幕是一座桥，刚开始你需要它，它帮你连上声音和文字，帮你弄懂句子意思，给你安全感。可我们不能一直站在桥上，总要慢慢往前走几步。因为真实的生活里，不是每句话都有字幕。朋友的语音没有，店员的话没有，路边的广播没有，别人随口问你一句也没有。那时候，你不能每次都等眼睛来帮耳朵，得让耳朵一点一点自己去面对中文。刚开始他会害怕，觉得声音太快，
好多词粘成一团，总想躲回字幕里。这太正常了，你可以对它温柔一点，别一下子把它推到很难的内容里，别一开始就听新闻，别听语速很快的电视剧，也别一上来就听一大段无字幕的对话。先从你已经看过的视频里选一小段，从你熟悉的句子里拿掉字幕再听一次，从15秒开始练起，15秒不长，却能告诉你的耳朵，现在轮到你啦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些变化。以前听中文，第一反应是找字幕，现在会先认真听一下。以前一句话听完，只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懂，现在能说出我听到了时间、地点、一个动作。以前必须看到字幕才安心，现在有时候没看字幕也能猜出大概意思。这些变化很小，却特别重要，因为真正的听力进步，不是突然有一天什么都听懂了，更多时候是你的耳朵一点一点开始熟悉中文。先认出一个词，再认出一小段，再摸准一句话的走向，最后才慢慢听懂整句话。我们现在再回到一开始的练习，我会再说一遍那句话，这一次你还是可以先不看字幕，看看和第一次相比有没有一点不一样。3、2、1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见面，结果他刚才说时间改到明天下午。这一次你听到的内容有没有多一点？也许还是没听懂全部，但你可能听见了本来以为，结果刚才说改到明天下午。哪怕只多听见一个词，也是耳朵在进步。别小看这一个词，语言的进步常常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不是从0一下子跳到100，不是突然什么都能听懂，而是以前完全模糊的一句话，现在有一个词变清楚了。以前只能靠字幕懂，现在关了字幕也能听懂一点点。以前一听中文就慌，现在能安静听完，再慢慢想。这就是你的耳朵在真正学中文。所以下一次看中文学习视频，你可以试一个特别小的动作，别一开始就开字幕，先关字幕听15秒，再打开字幕对照一遍，最后再关字幕听一次。别贪多，别一下子练很久，也别把这件事变成新的压力，你只是给耳朵多一次小机会而已。如果今天你只记住一句话，我希望是这句，看懂字幕不等于听懂中文，但这不是坏消息。因为能看懂字幕，说明你已经认识很多中文，心里已经装了很多词、很多句子、很多意思。接下来要做的，不是否定以前的学习，不是说以前都学错了，也不是说以后再也不能看字幕，只是要让这些已经学会的中文，从眼睛里慢慢走到耳朵里。也许有一天，朋友发来一条短语音，你不用立刻转文字，也不用急着找翻译，只听一遍就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那一刻你会发现，中文不只是屏幕下方的一行字，它真的变成了你耳朵能接住的一种声音。好了，今天的问题是，没字幕，你还听得懂吗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刚才那个小游戏，你第一次听懂了几个词？我们下期视频见。